被禁闭的第3年，我将他的衣妹绑在天台放风筝。要他，还是要我身体里你白月光的心脏？他疯狂扑过来，想要抓住绳索时，锋利的尖刀却刺中了他的胸膛，鲜血喷涌间，他眼眶猩红地看着我。你就这么恨我吗？我笑了，刀尖再次划向绳索。恨，我只恨自己当初瞎了眼。我一刀斩断绳索，转身跳下高楼，摔碎在血泊中。可当我死后，他却抱着那颗我挖出来还他的心，疯了。被顾远斌囚禁的第3年，江梦妍将他前来看望的衣妹绑上了天台放人形风筝。眉目清冷的男人，眸色瞬间一沉。梦妍，放了婉婉。顾远斌，当初我求你放过我父亲的时候，你放了吗？江梦妍挑眉看向他，手中紧握的刀在绳索与自己的胸前来回比划。今天我倒是想看看，在你心上人的妹妹和我身体里她那颗跳动的心脏间，你会选择把刀落在谁身上？顾远斌的眸色逐渐加深，江梦妍却玩味一笑。很难选吗？那不如我来帮帮你吧。说着，他手中紧握的绳索猛然一松，上空盘旋的巨型风筝上瞬间传来惊慌凄厉的嘶吼。啊！顾远斌疯了般的冲上前抓住绳索时，锋利的尖刀也狠狠刺中了他的胸膛，鲜血喷涌间，他吃痛地看向江梦妍。你就这么恨我吗？顾远斌，难道我不该恨你吗？在你害我家破人亡，求我如同器皿的那一刻，你就该知道的，那些你越是在意的，我就越是要毁掉。话语间，江梦妍手中的刀再度割向绳索，顾远斌下意识的阻挡，却让江梦妍的身体在碰撞后坠下楼顶。砰的一声，在顾远斌的错愕中，江梦妍被巨大的安全气囊包裹，可下身却不断流出黏腻猩红的热浪。看着顾远斌逐渐泛白的脸，倒在血泊中的江梦妍仰头大笑，眼角的泪却无声滑落，凉到刺骨。江梦妍清晰地记得，5年前也是这样一场坠楼。她刚刚经历完心脏移植，就被一位因等不到心源而痛失孩子的母亲绑到了医院天台。女人接受不了自己儿子的离世，失控地用刀抵着江梦妍的脖颈，鲜血渗出，染红她苍白的脸。顾远斌就在此刻不顾危险夺刀救下了她。一场病人和医生的救赎相遇，在细密的关怀与陪伴下爱意疯长。恢复出院那天，江梦妍向顾远斌表明了心意。此后，南城医学世家的少爷和北城市长的千金的爱恋一度成为佳话。可就在他们结婚半年后，江父突然遭受举报，说他为了女儿能匹配心源，不惜满凶杀人。一夕间，江父被逼跳楼，江母精神恍惚，遭遇车祸，昏迷不醒。江梦妍才知道，自己胸腔里跳动的是顾远斌死去白月光的心脏。他认定是他父亲为了救自己，策划了他白月光的意外死亡。顷刻间，江梦妍如坠冰窖，寒意渗透骨髓，冷得他呼吸都要停滞。原来那个爱她如珍宝的男人，不过是拿她当作复仇的工具，盛装那颗心脏的器皿。心口痛意的窒息令江梦妍猛然惊醒，才发现顾远斌的手正停留在她胸前的疤痕上，温热的触感却让江梦妍的心一片寒凉。你是故意的吧？怎么样？看着你期待的生命被自己亲手害死的感觉，很不错吧？他难道不是你的孩子吗？是，可顾远斌，你不配拥有我的孩子。一字一句的狠厉让顾远斌的呼吸猛然一滞，一股莫名的烦躁涌上心头时，我说过的，我会补给你一条命，这个孩子没了，还会有下一个，直到补给你为止。话音刚落，顾远斌就失控地将江梦妍压在了墙角，不容拒绝地撕破了她的衣服，腰身强硬地挺了进去。猝不及防的闯入让江梦妍疼得身体发颤，她奋力挣扎的抵抗，指尖在顾远斌的背部刮出深深的血痕，也没让这场入侵停止。整个病房晃动的身影下，没有丝毫的爱意和怜惜，只有对过往不断撕碎的鲜血淋漓。既然你父亲做错了事，就该为此付出代价。既然要了你父亲的一条命，那我会补给你一条。妍妍，等我们有了孩子后，之前的一切都可以过去了。顾医生，您义妹精神恍惚的厉害，我们都近不了身，镇定剂恐怕只能您亲自来打了。好，我马上就到。婉婉这次的事，我不和你计较，就当是你发泄脾气的胡闹。但我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考虑好了吗？我亲爱的嫂子，是继续做你的破碎人妻、心脏器皿，还是和我一起把顾远斌从你我这里夺走的东西统统讨回来？好，但作为让他身败名裂、帮你夺回身份的条件，我要你在1个月内帮我查清当年心脏移植的真相，
我要替我父亲洗刷冤屈，让诬陷他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挂断电话后的江梦妍浑身疼痛地倒在了床上，噩梦的侵扰让她一夜无眠。次日，比顾远斌先闯入病房的是被他安排好的保镖。江梦妍像提线木偶一样被强行带着去接受了一系列的健康检查。听着一个个医生的报告，她转身走进了公共卫生间，来脱离一刻被人的监管。可刚推开门，头顶上方就猛地泼下一盆冷水，让原本就虚弱的她冻得浑身发颤。还未来及的看清状况，夏婉婉惊慌的叫声就在耳边响起。顾远斌焦急地越过她，上前抱住了浑身哭到颤的夏婉婉。梦妍有什么怨恨冲我来，但你不该这样对婉婉，立刻给她道歉。道歉？做梦！如果今天你不为自己做的事道歉，那我不介意找个人来替你承担。妍妍，妈妈，我在。梦妍，我说过的，当初的事是你父亲一人所为，所以我会好好照顾你和你母亲，我做到了。但如果今天你不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我不介意让你的母亲来替你处理这个问题。顾远斌竟为虚假诬陷，要挟威逼他。为了母亲，他强压屈辱，咬牙道歉。好了，梦妍，这事就到此为止了。你要的我给你了，可以去看母亲了吗？可以，但得等你身体恢复好。他的破碎被夏婉婉的哭腔掩盖。经历完一切体检，江梦妍被带回家。他透过车窗看那座囚禁他3年的家。他曾为逃离几度自残，割腕吞瓷片，可每一次他都会将它救回，甚至不惜抽干自己的血保护那颗心脏。除了心脏，又出现了一个不一般的存在。他认出了那张酷似顾远斌相册的脸。这个女孩是他白月光的亲妹妹。手机弹出一条视频，瞳孔骤然紧缩。停车！他嘶吼着冲下去，疯了般跑向远方。视频内是江母被绑在病床上，遭受电击，巨大的电流刺激的她浑身抽搐，痛苦嘶吼的模样撕裂了江梦妍的心。可刚冲下车，她就被保镖拦住。夫人，没有顾先生的命令，你不能私自去任何地方。江梦妍猩红着双眼逼近保镖，顺势夺走了他腰间的小刀，直接抵在了自己心脏处。我只说一遍，立刻给我让开，不然你们的雇主在看到的就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保镖慌乱犹豫，打不通顾远斌电话，只能跟随江梦妍一路飞驰，赶往江母住的医院。可刚到楼下，他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一道熟悉的人影从高处坠落，直直地摔在他面前。江梦妍颤抖着冲上前，无措地抱着倒在血泊里的母亲。妈妈，妈妈，你看看我啊，我是妍妍，你醒醒好不好？对不起，是我来晚了。滚烫的热泪滴落在江母眼睫下，一瞬一抹温暖包裹她的脸颊。妍妍，不哭，是妈妈拖累了你，可我的女儿不该受人囚禁，以后的生活你要好好活，要相信你爸爸，相信你身体里的心脏是正规渠道来的心源，你不欠任何人。我知道的，我会找出所有事情的真相，我会替你们洗刷冤屈。可下一秒，江母的掌心重重滑落，妈！凄厉的嘶吼响彻天际。崩溃间，江梦妍抬眸，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愤怒和恨意瞬间冲破头顶。她疯了般的冲进病房，凌乱的房间内播放着画面，她父亲被逼跳楼的画面，正故作慌乱的收拾药品。梦妍姐，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你为什么会在我母亲的病房？解释她为什么会突然坠楼？夏婉婉，那个秘密的视频是你发的吧？江梦妍声音阴质的步步紧逼。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听到声音才进来看看的。是吗？江梦妍愤怒踢翻了药瓶，碎片飞溅，一脚重重的踢在了她肚子上，让她痛到直接跪倒在地。夏婉婉，你说要是你这张脸毁了，顾远斌还会看你几分？你敢江梦妍，你得意什么？要不是你身体里有我姐姐的心脏，你以为远斌哥会娶你？你不过就是个弃民，你们家害了我姐一条命，再敢动我，顾远斌不会放过你。所以这就是你敢不知死活的谋害我母亲的原因。那今天我就让你为自己行为付出代价。梦妍，你冷静点，听话，先放开婉婉，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我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的好不好？误会？交代？顾远斌，3年了，我母亲才终于等到清醒，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他就让夏婉婉害得跳楼，死在我面前。
你如果眼不瞎，心不盲，你回头看看那些我母亲床头的电击设备、置换的药品、电视的冲击，你还能告诉我这一切只是误会？妍妍，没事了，相信我。相信你？相信你什么呢？相信你一次次的伤害我，让我痛失家人，感受绝望吗？江梦妍缓缓点开手机，发送消息：你要的真相已发邮箱，离婚证3天后可到手，接下来看你诚意。刚要点开邮箱链接，停尸间的门猛地被推开，他下意识护住母亲，顾远斌眸色冰冷，步步逼近，阴质质问：梦妍，你非要置婉婉于死地？你何时变得这般心狠手辣，竟在他刺伤的刀上涂皮肤腐蚀物，让他伤口难愈，一度溃烂？江梦妍眉眼微皱，不明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顾远斌眼神阴质可怖，狠力将江梦妍拖至夏婉婉病房外。好好看看你干的事，还想狡辩？江梦妍心头发紧，望着他冷硬眉眼自嘲嗤笑。我说了我没有，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好婉婉自导自演，你若愤恨难平，不如杀了我。对视间，顾远斌眼睫震颤，心中升起一丝异样，可下一秒，主治医生冲出来急喊：顾医生，夏小姐失血过多昏迷，再拖延恐有生命危险。顾远斌瞳孔紧缩，疯了般抓住医生衣领怒吼：不可能，你胡说！医生摇头：你也是医生，我没理由骗你。他这情况，除非有适龄女子心口皮肤，一对一植皮清毒。顾远斌目光骤然落在江梦妍身上，指尖嵌入肉里，强揽她肩头递上同意书。妍妍，签字，这是你欠婉婉的，该还。江梦妍看清是植皮同意书，猛地甩开他。顾远斌，你什么意思？不等他反抗，双手已被强行按住，在同意书上签了字。顾远斌接口：就要一点点皮，婉婉只需要一块疤痕修复，听话，等她好，我陪你安葬母亲。江梦妍眼泪横流，被保镖钳制着强行送进手术室。冰凉手术刀割裂胸口，皮肉撕裂的剧痛瞬间蔓延，血肉模糊间，她痛到抽搐，医院响彻她凄惨的叫声。泪水混着血水滑落，他痛至昏厥，恍惚间想起过往，从前他受点轻伤，顾远斌都会心疼红了眼，如今他的温柔，竟只为逼他给另一个女人活体取皮。顾远斌捏了捏鼻翼，有些疲惫地开口：梦妍，别闹了，这次因为你的胡闹，网上已经开始散布对婉婉不实的传言，她情绪激动，几次想要自杀，所以你必须要出面澄清这件事情。江梦妍不可置信地看向他，仿佛听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原来这就是他所谓的要给他的交代，让他帮着害死自己母亲的人去洗刷污名。江梦妍抬眸，静静地看着他，冷硬道：做梦。那你不想让你的母亲入土为安了吗？顾远斌神色阴沉地看着他，随后拿出手机点开了视频，看着躺在冰冷停尸间的母亲，面如枯木。江梦妍心痛欲裂，她死死掐着手掌，咬牙说：顾远斌，你就可以为了他做到这种程度，连我母亲的尸骨都不肯放过？梦妍，这一切的选择都在你自己手上，如果你不亲自出面解释，我不介意让你的母亲用她的尸体一点点来证明你对婉婉污蔑的意思。江梦妍瞬间愣在原地，心口仿佛被一只大掌紧紧握住，痛到窒息。最终她缓缓地垂了头，万念俱灰地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但你对于我母亲安置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只要你签了它，我会出面解释，这一切都与夏婉婉无关。说着，他从枕头底下掏出来一份文件。顾远斌眸色一紧，但还是夏婉婉不断电话的催促下，火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将文件递给他的时候，还不忘温柔的在他额角一吻。妍妍，你相信我，等这个风波过了，我一定会陪你好好安排母亲的葬礼的。门被关上的那一刻，他翻开了那份离婚协议，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拍照发给了某人，请加急处理。江梦妍一身素净黑裙，站在各色镜头前。关于我母亲的坠楼，经过调查确认是意外，是我太过伤心，误会了夏婉婉小姐。指尖掐出血痕，抵御心口钻心刺骨的疼意。一时间，漫天的谩骂声像是潮水般涌来。果然，就知道骗子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害死人家亲姐，还陷害人家妹妹。江梦妍咬着牙，独自承受所有莫须有的罪责。忽然间，一个拿刀的男子冲了过去，顾远斌冲上前，将他抱进怀里。希望大家给我妻子一个机会，她也是因为突然失去至亲才做偏激举动，希望大家原谅她，我再度向她道歉。网络热榜冲上头条，舆论哗然，市长之女心狠手辣，再度伤害亲人，顾医生代妻道歉，替无辜者洗刷冤屈。顾医生对妻子的爱意令人艳羡，顾远斌要保护的从来都不是他。一个急促的电话打了进来，夏婉婉小姐正在直播解剖你母亲的尸体。片刻后，他疯了般冲了出去，他焦急万分，飞速赶往医院。他冲入医院，疯了般冲向手术室，他的心从未如此痛过。
我苦读8年医学是为了救死扶伤，不能平白无故受污蔑。既然梦妍姐说我对她的母亲滥用电击药物致幻，才导致她母亲意外自杀，那我们不如用真相说话，尸体是不会说谎的。一时间，弹幕都是对夏婉婉支持与对江梦妍的诋毁与咒骂。当他赶到医院停尸间，猛地推开的那一瞬，母亲的脏器已经支离破碎地散落在冰冷的手术台上。他疯了般地冲上前，撞开夏婉婉，脱下衣服紧紧盖在母亲的身体上。眼眶狂落时，他猛地打落了一旁的直播设备，回眸间对上的是夏婉婉得意的嘴脸。怎么样，江梦妍，还喜欢我给你的这份回礼吗？这就是你划伤我脸的代价。江梦妍，其实你母亲的原本可以不用死的，要怪就怪你自己，把我放在天台上放人形风筝，受了那么大屈辱的我，自然是要来慰问一下你母亲了。只可惜她这脆弱的身子骨经不住折腾啊。我不过是在给她治疗的时候加重了电击冲击力度，在给她注入致幻药品的时候播放你父亲跳楼惨死的画面，最后告诉他他的女儿被人像器皿一样囚禁了3年，没想到他就失控的跳楼了。可惜你只是猜测到了，却没有亲眼所见。你母亲的哀嚎和凄惨叫声可真是动听悦耳呢。听着母亲死前的惨状与挣扎，江梦妍心中恨意肆虐翻涌，眼泪夺眶而出之际，她疯了般的冲上前，狠厉的巴掌重重地甩在了他白皙脸上，手臂也顺势紧紧掐住了他的脖颈。夏婉婉，我要杀了你，给我母亲陪葬。另一只手迅速摸上了那把划开母亲身体的手术刀，朝着夏婉婉狠狠刺去。下一瞬，医院停尸间的门就被人猛地踢开。夏婉婉顺势握住了江梦妍手中的刀，狠狠地刺了下去，鲜血瞬间涌出。凄惨娇柔的一幕被顾远斌撞个正着，婉婉一把接住了浑身染血的夏婉婉，丝毫没顾及背部刻在尖锐物上的江梦妍，钻心的刺痛让她疼到发颤。江梦妍，你是不是疯了？你是想要了婉婉的命吗？江梦妍忍着刺痛，冷笑道：我想要的可不就是她的命吗？我还没动手，你这好妹妹就自导自演，不然你以为她还能在这里惺惺作态？狠厉讥讽的话语令顾远斌眸色越发难看。江梦妍，你发疯胡闹也要有个限度。所有事都因你污蔑婉婉，让她遭遇网暴，她才受到刺激，做出偏激行为。现在用你母亲尸体澄清污蔑有问题，你别忘了，你们家已欠她家一条命了。一字一句的偏袒，想利刃捅穿江梦妍的心。可她明明记得，曾经她向她求婚时，妍妍，从此以后，你的家人就是我家人，我会像疼爱你一样敬爱他们。可不仅污蔑害死他父亲，连母亲遗体，在他口中也不过只是一具无关紧要的尸体。江梦妍自嘲的轻笑间，心像被万千针扎般生痛，心如死灰。顾远斌，你可真是为了他连脸都不要了。我再说一遍，我父亲没有做任何害人的事情。我母亲的死，夏婉婉刚刚已经亲口承认是他。够了，江梦妍，是我对你的纵容，让你越发不把别人当回事吗？那今天我就好好磨磨你的性子，让你知道自己一而再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后果。将夫人母亲的遗体无偿送去医学院做大体老师，日日受人解剖学习，直到夫人什么时候想明白学乖了再接回来入土为安。江梦妍瞳孔缩放，不可置信。不顾远斌，你有什么冲我来？你没有权利处理我的母亲。江梦妍崩溃哭喊，疯了般阻止保镖。江梦妍的模样让顾远斌心中升起一丝异样。远斌哥，你别怪梦妍姐了，今天的事是我不对，她对我动手，想要我这条命也是应该的。话语间，夏婉婉猛地吐了一口血，顾远斌瞬间收回思绪，慌乱抱起她。他抱着夏婉婉奔向了急诊室，保镖再次试图搬运江梦妍，以死相逼，保镖最终停下，江梦妍才得以守护母亲。顾远斌抱着夏婉婉匆忙赶到急诊室，夏婉婉面容苍白，顾远斌心急如焚。门被关上，整个空间陷入黑暗，他和母亲在空旷漆黑中只剩彼此。江梦妍颤抖着身体，将母亲紧紧圈在怀里，她哭到泣不成声。新信息点亮屏幕，江梦妍收到一封神秘信息：你要的真相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离婚证3天后也可到手，接下来就看你诚意了。她刚要点开邮箱，门就被猛地推开。梦妍，你非要置婉稳于死地吗？你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心狠手辣，竟在他伤口涂抹腐蚀物，致伤口溃烂，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顾远斌的眼神阴鸷的可怕。好好看看你干的事，还想狡辩吗？我说了，我没有，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导自演。如果你这么愤恨难平，不如也杀了我。顿时间，他心中不自觉升起一丝异样。下一秒，夏婉婉的主治医生冲了出来。顾医生，不好了，夏小姐失血过多，失去意识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会有生命危险。顾远斌的瞳孔猛地紧缩。不可能，你胡说。顾医生，你也是医生，我没理由骗你。夏小姐，这种情况要想解除生命危险，除非什么？除非有适龄女子的心口皮肤进行1对1植皮轻度。顾远斌的目光落在了江梦妍身上，一场新的危机悄然降临，将一份文件拿到了他的面前，轻轰道：妍妍，把这个签了。江梦妍这时才看清，眼前的是一份皮肤移植的同意书。他不可置信地看向顾远斌，猛地甩开他的禁锢。顾远斌，你什么意思？如果不是你故意伤他，婉婉现在也不会有生命垂危，这是你欠他的，就该还。下一秒，他的双手就被人强行抓住，在植皮同意书上签了字。妍妍听话，婉婉的身上只有一块疤痕，需要修复，就只需要你的一点点皮，你别害怕，我答应你，等她好了，我就陪你好好安葬母亲，好不好？眼泪横流之际，江梦妍已经被顾远斌的保镖钳制住手脚，强行送进了手术室。尽管他拼命的抵抗，也没能阻止手术刀割裂他胸口。冰凉的刀落下，仿佛瞬间生生撕裂开他的皮肉，血肉模糊，痛到抽搐。那晚，整个医院都响彻了江梦妍凄惨的叫声。她的泪水滑落颈间，混入血水，痛至昏厥。恍惚间，他想起曾经那些碎片的过往，哪怕自己受了一点点伤，顾远斌都会心疼的红了眼。可如今，他的温柔宠溺，竟然是为了逼迫他去给另一个女人活体取皮。噩梦与高热足足侵蚀了江梦妍一天一夜。江梦妍蜷缩着坐起身后，缓缓点开了邮箱，眼泪汹涌滑落间，病房的电视上正播放着全国杰出医生的评选颁奖会将于3日后举行的新闻。江梦妍看着名字中的顾远斌，含泪的眼角微勾，在手机上轻悄回复：3日后，我的诚意一定会让你满意。刚按灭手机的瞬间，顾远斌推门走了进来。怎么样？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刚刚问了医生了，这里不会留疤的，很快你就能恢复如初了。江梦妍只是木然看着前方，没有给予他任何回应。接下来的日子，他推掉了所有的工作，留在江梦妍的病房陪着她，小心翼翼地擦拭伤口，陪她检查，体贴喂药。远斌哥，你在哪里？婉婉的伤口好疼，好难受啊！婉婉别怕，我这就过来。妍妍，你先好好休息。婉婉出了点事，她去看看就回。我已经给母亲请了最好的遗体美容师修复，等你恢复好出院，我们就一起去安葬母亲。好。手机上新信息的提示不断闪烁。江小姐，您的离婚申请已经办理成功，随时可以来领取证件。看着母亲在自己眼前一点点化为灰烬的那一刻，江梦妍的心也彻底和过往做了切割。另一侧，江梦妍正盯着电视镜头下顾远斌在媒体前苍白的脸，看着他曾经一点点揭露的真相，现在被一点点被自己推翻的痛苦不堪，收回视线间，心中有一丝报复的快感。顾远斌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场揭露都是他的布局。从当初江梦妍通过顾墨北的调查知晓一切真相后，他就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要让那些直接或是间接残害他们全家的人都好好感受那份痛苦的加成。而那个诊所的医生是当年受过江父亲救助的人，所以才会帮助江梦妍在顾远斌面前埋下这场好戏。恍惚间，别墅的大门突然被人撞开，他正愣一瞬，准备回头时，顾墨北已经快步上前将他揽入怀里，裸露的上身残留着沐浴露的清香，发丝的水珠落在他肩颈的那刻，啪的一声，一个清脆的巴掌狠狠地落在了顾墨北的脸上。江梦妍下意识想回头，却被他紧紧按住，耳廓响起尖锐的咒骂声：混账东西，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玩女人？你在葬礼上揭露你哥，让他失了心智，害得顾氏医学世家人心慈爱的名声尽毁，你是要气死我们吗？顾墨北挑眉，舌尖轻轻舔舐了一下带血的嘴角，嗤笑道：怎么看着你们辛苦培养的优秀儿子，努力维系的好名声毁于一旦的时候，很心痛吧？只可惜他会不会知道，在出事的第一时间，你们首先考虑的不是他的境况安危，而是你们的脸面呢？你
你们可真是让我失望又惊喜呢！我竟然会是你们这种人的亲生儿子，可真是让人觉得晦气。顾漠北、顾母高声喊叫：“你个混账东西，你怎么能这么和我们说话？你爸爸还不是为了你，将来这百年家业还不是会传到你手里？”顾远斌闻言突然大笑了起来：“传到我手里？一个在找回自己从小走失的孩子后，厌弃他自小生活在乡间，土也上不来面，所以疏远对待，偏爱自小养大的优秀养子的人，也配提，都是为了我。你们不过就是为了那些虚有其表的名头，来找一个更体面的工具人，配合你们的人设罢了。可惜了，我不是顾远斌，对你们所谓的这些名声毫无兴趣。如果你们现在不从我家离开，或许明天我就会去查询一些让你们更下不来台面的东西。”顾漠北的脸上挂着笑，却带着一丝明晃晃的威逼。你顾府气的脸黑如墨，当初就不该找回你，就该让这个兔崽子死在外面。两人一顿怒骂推搡中，被人请了出去。家里恢复安静的那一瞬，顾漠北收回了视线，与江梦妍对视的那一瞬，电视里顾远斌的声音打破了这份宁静。顾漠北垂眸打去：“嫂嫂，这是还忘不了我哥，就已经要对我投怀送抱了吗？这么炙热的眼神注视，可是会扰乱一个男人的心的哦。”江梦妍原本探究的眼神瞬间染上一丝错愕，她猛地推开顾漠北的环抱，反击道：“貌似是你先冲上来抱住我，让我在被迫情况下听了一场你们家庭内部的大戏，我都还没觉得无理，你倒是先到打一把了。”顾漠北勾唇一笑，眼底却没有要再来争辩的气息。“那倒是弟弟我不对了，只是情急之下害怕你的身份被他们发现，让你好不容易恢复的自由身又被什么不干不净的人锁定。”江梦妍愣了一瞬，顾漠北已经转身回房了，宽厚的背脊下却让他感觉到了一丝落寞。天空灰蒙，下着小雨，江梦妍抱着母亲温热的骨灰，她将母亲和父亲安葬在了一处。爸妈，我一定会好好生活的，你们不用担心，我也会替你们洗刷冤屈，让那些欠我们的人付出代价。安置好一切后，江梦妍才缓缓起身回家。妍妍，你怎么独自出院了？不是说好我们一起去安葬母亲吗？顺手就办了。妍妍，我知道最近你受了很多冲击，明天有个颁奖会，我带你散散心吧。好啊。妍妍，医院有事，今晚加班，明日派人接你。他也没再多想，转身离开了家。看着顾远斌离开的背影，江梦妍接起了电话，低沉的男音响起。门外的保镖已全部解决，他曾满怀期待地踏入，如今也将不留遗憾地离开。下一秒，他便点亮了手中的火苗，火光跌落的那一瞬，砰的一声，江梦妍看着这样的盛景，在夜色中，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另外一辆车。可迟迟拨不通的电话，让顾远斌心生不安。就在他被请上台那一刻，电话却突然打了进来。他欣喜地接听，对面却是保镖颤抖的声音：“顾医生不好了，昨晚家里爆炸起火了。”砰的一声，顾远斌的手机猛地跌落在地。“顾先生，您的妻子给您寄了东西，点名让您亲自签收。”打开那一瞬，瞳孔骤然紧缩，他崩溃地跪倒在地，眼眶猩红一片。在场众人也都看清了盒子里的心脏和话语，一瞬间全场沸腾。会场上层出不穷的议论声，叠加着各路记者的长灯短炮，不断对顾远斌展开质问：“顾医生，您可以解释一下吗？这颗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传闻中说您当初接近您太太就是为了给白月光报仇，是真的吗？那您一直对外宣称与太太恩爱非常，难道就是为了逼她将这颗心剖出来还给你吗？”他不可置信地盯着怀中瓶子里的那颗血红的心。最终在众人的喧嚣中，顾远斌双眼猩红地冲出了会场。明明昨天江梦妍就好好的在自己面前，明明他还答应自己今天会来参加他的评选颁奖，这一切一定是江梦妍为了与他置气故意制造的假象。车速不断加码时，可握着方向盘的手却开始止不住的颤抖。直到车子驶入，顾远斌看着那座原本属于他们的家，此刻只剩一片漆黑的废墟。眼泪涌出的那一刻，他不顾众人的阻拦，疯了般冲入废墟，用那双一生最宝贵的手在废墟里不停翻找着属于江梦妍的痕迹。江梦妍，这是报复我的把戏，对不对？我是不会信的，你出来，你给我出来！那一瞬，顾远斌才停下手上的动作，转身双眼猩红的质问：“那他在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是让你们看着他，守着他，有一丝一毫的异样都要告诉我吗？”顾远斌崩溃地嘶吼着：“去给我查，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众保镖瑟缩着离开后，
疯狂地寻找着江梦妍留下的蛛丝马迹。最终，根据残存的监控视频，得知了火是江梦妍亲自放的。又查根据那个快递员，顺藤摸瓜找到了一家私人诊所。得知信息的顾远斌强忍着中心强烈的不安前往，刚进门就失控地将诊所医生抵在了墙角，怒声质问：说江梦妍在哪里？他给了多少钱来买通你，让你和他一起做局骗我？男子被顾远斌的威逼吓得够呛，半晌才颤抖着开口：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至于你说的那个姑娘，是她自己找到我，让我帮她换新的，说是要还给一个人。我千叮咛万嘱咐，我的技术有限，手术风险极高，但是她以死相逼啊。原本手术很顺利的，但是她刚转醒，人工心脏就发生了排异，人很快就没了。轰的一声，顾远斌的脑海中如惊雷般炸开，他不可置信地摇着头，声音颤抖到哽咽：不可能，我不信，这不是真的。可下一秒，他慌乱的眼神就落在屋内一处反光的物体上，仅仅只是一眼，顾远斌就认出了那个骨灰盒上放置的是他与江梦妍的婚戒，那是他曾满怀期待与爱意，亲手为他们定制的款式。顾远斌还清晰地记得，刚结婚的时候，自己有一次手术后差点弄丢，江梦妍还气得红了眼，他哄了很久他才消气。那时候的他不像现在这般与他日日针锋相对，看着他的眼睛总是亮晶晶的，盛满爱意。顾远斌缓缓靠近，将那枚戒指紧紧握在掌心的时候，懊悔和痛苦一股脑地涌上来，顿时让他的心痛到窒息。泪水汹涌滑落的瞬间，一个急促的电话打了进来。顾远斌，你是疯了吗？网上的事情怎么回事？当初江梦妍父亲出事，我就让你跟他离婚，你跟我说不可能，就是为了你的白月光。网上的疯传我已经找人压制，你尽早给他办个葬礼，挽回一下名声。砰的一声，电话被骤然挂断。顾远斌没有一丝回应，只是紧紧地抱着手中的骨灰，眉眼温柔：妍妍，我们回家。可车子刚刚准备启动，夏婉婉就突然冲了出来。车子惯性将夏婉婉撞倒，手掌擦破，她哭红眼眸，却没得到顾远斌半分关怀。顾远斌紧搂江梦妍的骨灰盒，示意司机开车，夏婉婉却哭着扑上来：远斌哥，你看看我，我是婉婉。梦妍姐的事我知道你难受，这或许是她的解脱，我们让她走吧，你还有我。他将顾远斌的手附在自己脸上，换来的却是他厌烦的挣脱。顾远斌抬起戴婚戒的手，语气冷硬疏离：夏婉婉，我有妻子，对你，我只当顾有妹妹照料，请注意身份，立刻下车。夏婉婉满脸错愕：你不是答应替姐姐照顾我吗？仅限于照顾。顾远斌语气冰冷：再有别的想法，我送你离开北城。夏婉婉不甘心，下车后从背后抱住他，哭着告白：我从小就喜欢你，他们都走了，让我陪着你好不好？顾远斌甩开他，冷声道：你只是顾有妹妹，我的妻子只有江梦妍。夏婉婉落泪嘶吼：他已经死了，你明明喜欢我，不然为什么一次次选我？顾远斌一怔，心口剧痛，满脑子都是江梦妍的脸。他不顾夏婉婉哭喊，抱着骨灰决绝地上车离开。顾远斌开车来到北郊的房子，这是他婚后特意买给江梦妍的，只因他喜欢海边雪景，这里曾是他们最甜蜜的地方。推开门，屋内暖色窗帘，清雅茶具依旧，却再无往日温情，只剩冰冷的死寂。他抱着骨灰盒，心口寸寸生疼，热泪滴落在骨灰盒上，一张残破的合影从口袋滑落，这是江梦妍的遗物。照片上年少的他们满眼炙热，彼此眼中只有对方。顾远斌此刻才看清真心，他一直爱着江梦妍，从第一次救下她时就动了心。可他困在对江梦妍父亲的怨恨里，将两人关系推到冰点，不愿放她离开，只是不想失去她。如今他再也没机会告诉她这份心意，
指尖抚过照片，顾远斌颓丧倒地，哭到泣不成声。次日，顾远斌浑浑噩噩来到墓园，为江梦妍举办葬礼，荧幕上播放着他们的甜蜜过往。这时，顾漠北走进来，玩味笑道：“大哥真深情，所爱之人都和初恋共用一张脸或一颗心。”顾远斌冷眼呵斥：“今天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离开！”顾漠北示意他回头，荧幕上的视频已然切换，顾远斌眼眸瞬间染上寒霜。画面上一幕幕的呈现，都是顾远斌毫不知情的真相。夏婉婉在医院卫生间里，故意让江梦妍被冷水浇透后无中生有的诬陷时，顾远斌却为了偏袒维护，拿着他刚刚清醒母亲的安危威逼道歉。夏婉婉在病房内对江母使用电击、不明药物的注射，被江父惨死与江梦妍的现状的冲击下，导致江母精神崩溃，跳楼自杀时，顾远斌却以为是江梦妍臆想猜测的污蔑，用江母尸体逼迫他出面替自己的杀母仇人洗脱污名。夏婉婉公然拿着江母的尸体进行直播解剖，江梦妍狠力的要替母亲倒讨回公道，夏婉婉故意握刀刺伤自己时，顾远斌却对他深信不疑，丝毫都没有听江梦妍的解释，而是言辞狠厉的要将他母亲的遗体送去医学院做大体老师。画面的最后是他强行将江梦妍拉去给夏婉婉植皮。真相爆炸式揭露的那刻，顾远斌不可置信地愣在了原地，脑海里一遍遍回想着的都是视频最后江梦妍凄惨的嘶吼中看向他绝望的眼眸。他的心猛然刺痛，一时间让他难以呼吸，懊悔和痛苦一股脑地涌上来时，画面定格在了夏婉婉恶毒阴狠的嘴脸上。顾远斌的眉眼里瞬间布满了可怖的阴鸷，他怎么也想不到夏婉婉居然有这么多他不为人知的一面。荧幕视频切换，顾远斌看到了所有他不知情的真相。夏婉婉教江梦妍冷水诬陷，他逼江梦妍道歉；夏婉婉害江母精神崩溃跳楼，他逼江梦妍替凶手脱罪；夏婉婉直播解剖江母尸体，自伤嫁祸，他不听解释要送江母遗体去医学院，最后还强行拉江梦妍给夏婉婉植皮。真相揭露，顾远斌僵在原地，脑海里反复浮现江梦妍绝望的眼眸，心口剧痛到无法呼吸，懊悔与痛苦席卷全身。画面定格在夏婉婉阴狠的脸上，顾远斌眉眼瞬间布满可怖阴鸷。他从没想过自己的照料竟成了夏婉婉欺辱江梦妍的筹码。一旁顾父安排的记者瞬间转风向，用视频坐实顾远斌报复虐妻的事实，顾家风评一落千丈。顾漠北缓缓走近，讥讽笑道：“这份大礼，哥哥还喜欢吗？我不过是看不惯你帮着别人杀岳母，逼死妻子，撕碎你宠妻人设罢了。”顾远斌怒抓他衣领质问：“你是故意的？你怎么知道这一切？”顾漠北挑眉承认：“就是故意让你这个假少爷身败名裂，真相去问夏婉婉。”顾漠北离去后，顾远斌心慌不已，立刻拨通手下电话，查江梦妍换心全部经过，所有关联人和事，越详细越好。